欢迎来到爱着哲的频道，这位是我今天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露露。Hello， 大家好。露露其实刚结婚，新婚快乐！谢谢。我是去年跟她的老公第一次见面，很突然发现就他其实之前是在台中的某一个高校留学过，作为陆生的身份，然后我们其实也交流了很多。那今年呢，就是他们正好是校友会，对吗？下半年有校友会，所以学校这边在组织就给他们发邀请函。其实露露也很想去，就是看说，他的配偶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收获这样一份邀请函，这样他就有机会可以第一次来台中，台北会来吗？如果真的成型的话，我到时候要看具体时间怎么样。好的。其实我之前去过一次台湾，在01年的时候，那时候两岸还可以有那个旅游通行嘛。那你玩了哪里啊？台北，就只有台北，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开放旅游，然后我们就很迫不及待，全家人都去报名了这个旅行团队。然后那个时候只能你还小是10年，说错了，10年吧，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只能是跟着旅行团旅游，不可以自己那种个人游，所以就报了一个团，然后一家10几口人就参加了这个旅行团。那整个团都是你们吧？大多数是我们家里的人。那个时候你们家印象怎么样？糖水很好吃。糖水？怎么说？剉冰。还有那个枣味。对对对。你喜欢吃剉冰？是。你不觉得很凉吗？不会，因为我们正好是夏天去，然后晚上的时候，对，很爽，然后街边小店都味道都很好。因为上海人喜欢吃甜，上海姑娘嘛，就是那个台湾那种糖水的，可能正好入你下怀。是。所以这次如果跟先生可以一起去台中的话，也可以去台中看一下。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后来就是认识我先生之后，听他讲的很多台湾有关，特别是关于台中的事情，就跟我旅游可以遇到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旅行团就走马观花嘛，其实不太能体验到很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很家常的一部分，都是听我先生说，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在那边读书嘛，所以他其实有更多的是生活的部分。是，所以体验的肯定是跟走马观花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是的。那有什么让你特别期待的吗？骑机车。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跟先生结婚的时候，在台北的那一场，其实我邀请的朋友没有很多，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方便嘛，就让大家飞一趟不方便。然后其中就是有我的一对同事夫妻嘛，然后她的老公就特别爱骑机车，他就觉得他到了台北，他就是一定要来骑一趟机车，就是觉得很爽。我当时还不太理解，就是一个男人对于骑机车的那种渴望。那你今天跟我说你要骑机车，我其实蛮意外的。为什么？上海在上海的话，那个摩托车已经被限行很久了，也不能说限行吧，有机车的牌照，有自行车的牌照，也有那个摩托车的牌照。这摩托车牌照可能现在已经20-30年都不发了。电动车是不一样的，电动车类似于它是非机动车，所以这个是可以大家都可以买的。然后摩托车这个牌照已经可能是接近30年还是30多年，就已经上海市就已经不发了。可能道路不是很合适去骑机车，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骑过的。然后我又觉得这个骑机车很酷，因为我先生在台湾也是骑机车嘛，对，他考了，就觉得看他那些照片就很帅然后很潇洒。他有照片，他跟他的同学一起有一张集体照，然后好像有一位同学是从高处给他们拍的，所以大家都是仰着头对着这样，哇，每个人有一台机车那个样子很酷，对，很酷，是的。后来发现记差了，原来是人手一台脚踏车，也是很青春啊。那还有其他就是你很想尝试的事情吗？
吃的。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室友，他可能是台南人嘛，他说你要是有机会来台南玩，一天吃5顿这样。应该他就是说，就台南好吃的东西很多，一天会安排你吃5顿这样。我先生也常常跟我说起来，他们以前学校附近哪里好吃啊，他现在还是会跟以前的老师啊同学有联系嘛，就会问到说什么什么店还开着吗？有一种开着百年老店吗？听上去台湾很多街坊邻居都会去光顾的店，可以开很久很久。对的。上海就不一样了，就是你这个月吃到好吃的东西，可能2-3个月之后这家店就换人了，就更新太快了。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这样走进来，这边上我就很喜欢这一块，但是露露跟我说，就是这边的店其实换得很快。然后我们现在喝的这家咖啡都哦，其实才试运营期间，它只有1个月。我们也期待说它可以走得长长久久的，因为这个环境设计的非常的简约。我在这边这样子录这段影片，我都觉得非常的自在，很舒服。就是那个外面布满了很多的那个爬山我就觉得特别具有代表性，就很代表上海那种老建筑、老味道的那种感觉。然后室内也是有很多年轻的元素，所以录这段我觉得心情好好啊。就本来还担心周末的话会人很多，但是我觉得真感谢主你调整这个时间，反而这个店也会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又给我们那么安静的环境。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上海的样子。闹中取静。所以你很想就是去重新走一遍当时你先是读书期间光顾的店嘛？是，就是有一种再次谈恋爱的感觉吗？就因为听他讲了很多，我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如果真的到实地去的话，好像就有一种就想想就挺激动的，有一种好像把一直听到的东西又看到了，然后是应该还如果他们还开着，我们还可以吃到他一直怀念的美食，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露露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又看到他的眼睛发光了，就是那种怎么回事？我今天你今天怎么那么感性？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上海姑娘真的会有很大的误解。就是当初我开这个频道的时候，我说我是从上海来这样子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那种很犀利啊，或者是就是很就是有点不挑啊这种感觉。那当然可能我本身也是浙江姑娘嘛，我只是说在上海后来求学、生活、工作这样子。但是我跟露露接触下来，露露可能就是第一眼一看就是这上海姑娘就是很独立、很有想法，然后也很有观点。那你真的跟她聊的时候，你看她刚才一直就眼睛就很容易泛光，就是非常的感性，所以真的不像大家所认识的就是那么难相处，就上海姑娘我觉得是你感染了我，而且可能聊的话题你很会引导嘛，就像主持人，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一个好的主持人可能是可以引导到大家想要聊的话题啊什么的。你看我紧张的喝了一口压压惊，我赶紧喝，诚惶诚恐。这样是早上约了来喝这个咖啡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其实本身是一个不怎么喝咖啡的人，就算我之前留学美国我留学美国，所以我回来呢工作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些客户他们就很习惯的说喝杯咖啡聊一下，其实有点不太习惯。那大家就是说对于留学过的人，他们的认知就是那你就是会喝咖啡的人。那我后来到了台北生活呢，时不时我也需要帮我先生去买咖啡，因为他非常的爱咖啡这样子。然后排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他们有个习惯就会自带保温杯，因为在台湾就是说你自带保温杯装那个咖啡呢，可以比如说给你免5块钱台币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不只是说注意拿保温杯这个行为而是注意说有很多长辈他们其实是很会买咖啡的，就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不太常有的，因为
就是我父辈这边的这个关系里面哈，他们是喝茶比较多，他们是不太喝咖啡的。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怎么样的背景会就是说让长辈他们就是也会喝咖啡。露露说我们去找一个咖啡屋就喝咖啡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很好奇，我就想说，哎，那你的家人他们喜不喜欢喝咖啡？就长辈这个，就是在上海是不是有这样的文化？我奶奶是不爱喝咖啡的，但是我爷爷非常爱喝咖啡。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都是每天睡觉前，可能晚餐后，他还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没问题，他的睡眠非常好，就早上一杯，然后晚上一杯，就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父母啊，还有我的就是我父母同辈的人，基本也都是爱喝咖啡的。像我爸妈妈都是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那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爱上喝咖啡？我没有问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好像已经很习惯了的事情，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吗？对的，就是我可能从小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当然，以前的咖啡没有像现在那么漂亮，那么高级。以前我们最早都是喝速溶咖啡，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逢年过节去做客送礼，都是送那个雀巢的速溶咖啡哦。可能我觉得就是上海可能有一种海派文化，是吗？会跟这个有关系吗？我觉得我想应该是会跟这个有关，因为我们从一些影视作品和像我们上海本地的有滑稽戏这些戏曲作品、影视作品里面，它都会有在那个殖民的那个时代所带给上海的一些特有的东西，那咖啡就是其中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洋人就是喝咖啡嘛，然后咖啡馆就这样被带到了上海，很多上海人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这个概念，说什么是咖啡，然后他们也慢慢会去喝。我觉得现在就平时工作日的下午啊，经常也可以看到阿姨叔叔他们在咖啡馆聚餐，然后吃点下午茶，喝个咖啡啊，好像这还挺频繁的在上海。那我就想来询问一下我的观众哈，就是大家第一次喝咖啡大概是什么时候？是第一杯咖啡就让大家非常的神往吗？还是慢慢的就是在一个氛围里面被带动，然后慢慢习惯在喝咖啡呢？其实这真的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给我的频道下方留言，我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喝咖啡的这样一个背后的故事。谢谢。我们来谈点不一样的哈，因为上海真的，其实我这次回来，我都感觉就是哇，又好多地方变了，就是包括街道啊，还有又有在徐家汇这边，我们觉得徐家汇这边又有新的 mall 起来，就虽然可能整体经济环境是往下的哈，但是还是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更新。相对来说哈，其实有很多的华人，就算是来到台北，可能第一印象就觉得怎么的，好像建筑物非常的旧啊，街道啊什么的，就好像更新的比较慢，可能10几年前还是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在台北这边生活，我慢慢的就是更多感受到的是人文的东西，还有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说保留下来的岁月的痕迹，但是很有温度，所以我住着这样也4年多了，我自己其实是很习惯的，我也不会就是觉得说老师带着那种一定要好像外表日新月异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这个城市。那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因为你一直也在上海生活很久了嘛，对吧？就算留学回来也一直在这边工作啊什么的。不知道你到时候如果到台湾看到这样的景象，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你对于一个年代的感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态度？任何事物新也好旧也好，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新就是好的，旧就是不好的。那我觉得对于好的这个定义可能就大家就不同。那如果讲到说城市的建设，上海一直在变化，基础设施或者
总是会盖一些新的楼啊。那我想这个是这个城市处于它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政府对它的投入，然后城市的建设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里面。台湾的话，就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了，但是都知道说，台湾也是当时的亚洲4小龙嘛。那其实它的发展、它的建设要比上海要早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放在那个年代去看的话，就可能台湾给人的感觉就像每天都是日新月异，然后都在更新换代，有很飞速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很成熟的阶段，它不需要追求说一直要在新，一直要在变。一个理想的城市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的。有的店它太快的被更新，我也觉得好可惜哦。虽然我也就30几岁的吧，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去走走小时候的街道啊，就怀念一下说啊这以前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到了这个年龄了，过去。对对，你喜欢那种中古的感觉吗？我不刻意去追求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去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是觉得说，哎，这个城市好像有点历史感。有的时候可能是人为的刻意去保留成那个样子、那个状况。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是不是这个城市经济最发达的时候，它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让我会觉得说这个很特别、很不一样，或者说这个反而是可以提升我的一个旅行的感受的。如果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多无聊。要看就看这个丰富性。当我们更多的体验不一样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接受度、认知度都会提高很多。是的，是的，就不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这样一个认知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眼睛要打开，心也要跟着打开。没错。那现在各位观众对于露露可能下半年的这一次行程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针对一个30几岁的姑娘，一个也对艺术有所追求，然后喜欢看一些不一样的台湾的一些特色的东西。那么又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可以给周周留言这样露露她也可以看到。那我们这期影片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期再见吧，不见不散咯，拜拜，拜拜。